张少，求您疼我，只要你能让我拿到这个女主角，今晚我就是你的。只要你好好表现，女主就是你的。瑶瑶，你在干什么？哼，真他妈扫兴！苏瑶，女主你别想了。梁少，沉默，又是你坏我好事！你自己是18线胡咖，没本事哄，就见不得我好。我争取女主怎么了？苏瑶，我资助你16年。是觉得你有表演天赋，不想浪费一个好苗子，你怎么能出卖身体换取角色？你的尊严呢？别说这些没用的，沉默。你明明有能力托关系让我演女主，你偏偏让我跑人套，我自己争取，能怎么样？瑶瑶，我那是在历练你啊！快，就是这儿！一记，这破天流量轮到我了，黑火野兽火，抓住这个机会，我就能夜成名了。沉默叔叔，不要！沉默你个畜生，放开我女儿！放开我女儿！妈！混蛋！你敢对我妹妹做这种猪狗不如的事情，找死！妈，哥，沉默叔叔想把我送给张少换资源，我不愿意，他就要强迫我。想不到善子的背后竟是如此恶心的禽兽行为，必须曝光沉默这个混蛋、禽兽、人渣！我没有，瑶瑶，你快给他们解释啊！沉默叔叔，在我心里，我一直拿你当爸爸，可是你，沉默，你这辈子也就这样了，不如让我再用你博点流量，你的命、你的名声、资源。都是我成功的垫脚石。你在说什么？沉默叔叔，不要！沉默叔叔，我不想死！救命啊！活该，自食恶果。好，我重生了，这是我家，我没死，我回到了2年前。上一世我回到家时，他们已经霸占了我的房产，还逼得我不得不愿意。哥，你和嫂子住主卧，我和妈一人一间，让沉默搬出去住。苏瑶，你们一家鸠占鹊巢，还霸占我的房子，可是你们千不该万不该，定在我妈忌日这一天。对了，大家都送了贺礼，小莫，你准备了什么好东西？我就这么一个亲哥哥。一辈子就结一次婚，沉默叔叔准备的礼物可不能太寒酸哦。不如就把这个房子过户给我哥吧，不然传出去，别人该说你太小气了。哼，上一世我就稀里糊涂把房子给了你们，这一世想抢我的房子，没门儿！你好，你的闪送到了。闪送到了？难道小莫还准备了其他礼物？我去拿。这么重，一看就是好东西。儿媳妇儿，你来拆。这是钱？沉默，你搞什么鬼？这种死人用的晦气玩意儿，你也敢往家里带？你就是诚心想让我们苏家断子绝孙？我给我妈寄的纸钱到了真是时候。今天是我结婚的日子，你故意的是不是？你故意送这晦气的东西把我哥婚礼毁掉！我看你就是存心不想让我儿子娶媳妇儿，这个良心让狗吃了的白眼狼！沉默，赶紧给我哥跪下道歉，把这些晦气的东西给我扔掉，再给我哥买些贵重的礼物，不然这事没完！你敢打我？打的就是你这种白眼狼，打的就是你这个白眼狼。苏瑶，你不是说给你哥准备的礼物不能太寒酸吗？
这箱纸钱给你哥婚礼添彩，够贵重了吧？喜欢吗？什么不管人家，结婚还送纸钱，太晦气了！这婚呢，我不结了，谁爱嫁谁嫁呗。儿媳妇儿，别走啊！误会都是误会呀，你听我解释呀。妈，我都30了，好不容易才娶个媳妇儿，都被陈默气跑了，你得给我做主啊！天杀的陈默，你赔我儿媳妇儿！你气走了她，就是想断我们苏家的后啊！打死你这个丧良心的东西！断后？你们苏家这种狼心狗肺的白眼狼血脉，有什么好传承？传下去是想让苏家遗臭万年，代代都做寄生虫。说话怎么这么难听？这可是我妈，你怎么敢？你也说了，这是你妈，不是我妈。你们霸占我的房子，吸着我的血，真当我是个软柿子，任你们拿捏啊！哎呦喂，气死我了！你就是嫌我在这儿碍你的眼。妈，那也能是他。哥，赶紧把他赶出去！让你坏我好事，看我不打断你的腿！这是我家，该滚的是你们。你敢打我儿子，我跟你拼了！陈默，你今天太过分了，赶紧和我妈跟我哥道歉，再把我嫂子追回来，不然这事没完。上一世我真是瞎了眼，才会对你一再容忍，纵容你们在我家作威作福，把我活活害死。这一世我绝不会再重蹈覆辙。道歉？道你大爷！给我滚！滚！从今往后，我陈默与苏瑶与你们苏家再无任何瓜葛，再敢踏进我家一步，打断你们的腿！滚！滚！瑶瑶，我们现在怎么办？妈，我听说他接了一个重要的戏，我们直接去片场闹他，谁让他把我们赶出来？我要让他身败名裂，求着我们回去。对呀，我们直接去他工作的地方，好好收拾陈默，让他知道我们的厉害。都听妈的，还是妹妹厉害啊！到时候我看他还敢不敢嚣张。陈默，上次我看你演的戏，觉得你很有潜力。这次有个男主，你试一下，是一个被白眼狼背叛的资助人，这个角色很有张力，你可要好好把握。被白眼狼背叛的资助人，这不就是我自己的经历吗？谢谢导演，我一定演好这个角色。好，你准备好就可以开始。陈默，你个人渣！陈默，你个人渣！哪来的群演？要赶走他们吗？慢着，让他们进。你别以为你演了个跑龙套的就是个明星了。我告诉你，陈默，你今天要是不把房子过户给我儿子，我让你身败名裂，连龙套都跑不了。对，让你身败名裂。陈默，资助我们可是你自愿的，你现在凭什么停掉我们的卡，又凭什么赶我们走？自愿？我自愿喂狗，也没见过狗反过来咬主人，那是我的钱，我就算是扔了，我抛了，也比养了这种白眼狼强。还想霸占我的房子，也不想想自己有没有那个命消受。你的钱，你的房子，没有我你能当上慈善大使，你能当上主角吗？你如果不把房子给我，你就是狼心狗肺。真是狗咬吕洞宾啊！我掏心掏肺，竟然养出来你这种白眼狼来霸占我的房子。苏瑶，你还能要点脸吗？哦，我忘了，你这种忘恩负义的东西根本就没脸没皮。我没脸没皮。陈默，我告诉你，今天这房子你让也得让，不让也得让。你要是不让，我就在这闹，让你拍不了戏，接不了活，无法站在镜头前。打的就是你这个白眼狼！你敢打我女儿？打的就是你这个老巫婆！你敢打我妈？打的就是你这个窝囊废柴的妈宝男！咔，陈默，完美！陈默，你演得太好了，情绪、台词、眼神都很到位，男主就定你了。谢谢张导，你们几个也不错，把白眼狼一家的贪婪恶毒、忘恩负义演绎得淋漓尽致，太有代入感了。什么？什么？导演，你误会了，我们不是群演，我们是来找陈默要说法的。他根本不是你表面看到的那样。他说你根本不懂戏，选角只会看关系。行了行了，戏都试完了，你们赶快走吧。哎，导演，
这块我还有个想法，我们去那边讨论一下。啊，好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咱们不是来弄他工作的吗？怎么还成群演呢？妈，我们被摆了一道，反而给他做了嫁衣，让他成功拿到了主角。什么？那现在我们怎么办？这小子也太狡猾了，我去揍他一顿。等一下，哥，这样，你给亲戚打电话，就说我被欺负了，让他们过来帮忙，人越多越好。我要把这个事情闹得人尽皆知，我要让他身败名裂。好，这就去叫人，把咱们7大姑8大姨都叫过来。走。沉默，我要让你的主演梦变成笑话，我要让你尝尝从云端跌落地狱的滋味，让你身败名裂。等你彻底完了，你拥有的一切都会是我苏瑶的囊中之物。哼。喂，是电视台吗？我手里有个爆炸新闻，关于明星假资助的丑闻。对，地址是……喂，我要报案，我被资助人强奸了。合作愉快。等等，等等，沉默！你这个没良心的畜生！你对我女儿做了那种龌龊不堪的事情，居然还有脸在这里光鲜亮丽的开发布会！这是什么情况？禽兽不如，什么意思啊？各位记者朋友们，你们可别被他骗了，他表面是人模狗样，实际上就是一个道貌岸然的强奸犯。他毁了我，还想当做无事发生。沉默，你的良心被狗吃了。沉默，你今天必须给我妹妹一个说法，不然我们绝对不会善罢甘休。苏瑶，你闹够了没有？我与你只是资助关系，你上次大闹片场还不够，这次又跑到发布会来造谣我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沉默，你做了脏事还想成名成万，我让大家都知道你的真面目，你毁了你的人生。大家稍安勿躁，听我说，陈默整整资助了苏瑶16年，两人从头到尾只有资助关系，是他一家贪得无厌，将要吞没陈默的房产，没有达成目的，所以今天跑到这里来造谣诬陷。哇，真是活久见，人家资助他16年，饭都咬一口，这不典型的白眼狼吗？霸占房产就来造谣诬陷，一家子心眼子真黑啊！世上怎么有这么忘恩负义的东西？保安，怎么什么人都往里面放？赶快赶出去！等等，我有证据，他强奸了我，我怀孕了。12周，真的怀孕？难道陈默真是强奸犯？沈默之前确实资助过我，可是他却在我成年之后就停止了对我的资助，还拿我的家人威胁我，还把我关进地下室，强奸了我之后怀孕了，他始乱终弃，对我赶尽杀绝。我可怜的女儿呀，被陈默糟践了，还怀着身孕，人生全毁了。我没脸见列祖列宗，我不活了我！妈，你怎么了？陈默狗贼，你看你把我妈气成什么样了？陈默，你口口声声说的资助，就是把受害者锁在地下室，蓄意凌辱的遮羞布吗？利用资助关系威逼胁迫，事情败露就赶尽杀绝，你到底藏了多少肮脏不堪的勾当？大家不要听他胡说，我家根本就没有地下室。苏瑶，这么多年我一直当你是亲生女儿看待，你为什么要诬陷我？沈默，我都怀孕12周了，有孕检单为证，你还想抵赖？哪个女孩子会拿自己的清白来诬陷你？陈默，你摸着你自己的良心说，你对得起我女儿吗？简直就是没有心！陈默，你这个强奸犯，滚出娱乐圈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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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沈默，你完了，得到有失去的滋味，不好受吧？他在撒谎，我有证据。大家看清楚，这是我所住的小区的监控，和我每天剧组出工的记录。我根本就没有回过家，更没有见过苏瑶。所谓的强奸，怀了我的孩子，
就是赤裸裸的污蔑。这个我可以证明，沉默吃树确实都在剧组。时间线清晰，证据链确凿，这强奸致孕怕不是精心策划的骗局？苏瑶说自己怀了沉默的孩子，现在看来真是无中生有。沉默，你少在这里颠倒黑白！你做了那龌龊事，怎么可能会留下证据？那监控可能早就被你调换了吧？你的证据有什么用？监控你说是我换的，那这张你拿回来的孕检单总做不了假吧？你什么意思？大家看清楚，开单的日期比确认怀孕的日期整整早了提前1个月。苏瑶，你是有未卜先知的本事，提前1个月开好孕检单。可能是医院弄错了，也可能是打印机坏了。总之我就是怀了你的孩子，你别想抵赖。打印机故障，录入错误，这么重要的孕检单据能出这么低级的错误？苏瑶，既然你一口咬定这孩子是我的，那你敢不敢当着所有记者的面跟我一起去医院做亲子鉴定？我有什么不敢？做就做，亲子鉴定只会更加证明我的清白。沉默，你安的什么心？瑶瑶怀着孕呢，做亲子鉴定多伤身体呀！你是想害死她吗？我告诉你，绝对不行！怎么，现在又拿孩子当借口？我看啊，就是你们心里有鬼。做就做，我怕什么？孩子就是你沉默的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去医院，看看这孩子到底是谁的。各位，今天我就把话撂在这儿，亲子鉴定结果一出来，真相就会水落石出。我绝对不会平白无故背这个黑锅，我们会全程记录，绝对不会污蔑一个好人，也不会放过一个骗子。瑶瑶，你怎么样？没事吧？别吓妈呀！妈，我头好晕，好难受。都给我滚开！没看到我女儿快要晕倒了吗？我女儿要是有个3长2短，我让你们一个个都吃不了兜着走。妈，这里人好多，我好害怕。我们现在回家吧。苏瑶，亲子鉴定结果还没有出来，怎么急着跑？骗不下去了，想逃啊？沉默，我就是头晕想回家休息，你为什么非要在这咄咄逼人？我肚子里怀的还有你的孩子。装，接着装。我装什么了？沉默，我就是想让你伏法认罪，我有错吗？你为什么就是不能放过我和孩子呢？苏瑶，我资助你16年，供你学表演，给你铺路，你却反过来污蔑我强奸。现在知道怕了，早干什么去了？苏瑶这反应也太奇怪了，刚抽完血就着急走，该不会真是污蔑沉默吧？你们闭嘴！鉴定结果还没出来，你们叫什么叫？沉默，我告诉你，你再敢逼我女儿，我对你不客气。各位，鉴定结果已经出来了。医生，孩子到底是不是沉默的？快公布结果吧，大家都等着呢。医生，请求你当众公布结果，让大家都听清楚这个孩子到底是谁的。我想在鉴定结果出来之前，想让你伏法认罪。毕竟我们生活了这么多年，我想再给你一次机会。给我机会？苏瑶，如果不是你污蔑我，我会站在这里吗？你做了错事就要认，你就算是不认我，也不能不认肚子里的孩子。苏瑶，事实就是事实，你拖延时间是没有用的。这孩子到底是谁的，你心里很清楚。你威胁谁呢？孩子的父亲除了你还能有谁？这野种哪来的？你应该问问你的好女儿，她应该最清楚。沉默，你在这乱说什么呢？安静，都安静，这里是医院。大家都安静，我们还是让医生来宣布亲子鉴定结果吧。根据 DNA 检测，沉默先生与苏瑶女士腹中胎儿的 DNA 相似率为99.99%，确认为父子关系。你说什么？医生，这怎么可能？是不是哪里搞错了？这怎么可能是我的孩子？沉默先生，您先不用过于激动，我们医院所有的检测流程都是按规定来的，一切都有记录，结果也不会有问题。我就说，沉默，你这个畜生，自己做着猪狗不如的事情，还敢百般抵赖，简直就是丧尽天良！沉默，现在证据确凿，你还想狡辩吗？各位记者朋友们，你们看，这个孩子就是沉默的，他刚刚一直不承认，还往死里逼我。沉默，白纸黑字的鉴定报告都在这里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沉默，我之前一直不想把事情闹大，就是害怕影响孩子。可是你呢，一直往死里逼我，我
我也是没办法再这样的。我花钱买通了护士，不管怎么样，你沉默都会是孩子的父亲。这下看你怎么办。等等，这 DNA 检测有问题，这孩子不是我的。沉默，你都到这个时候还狡辩，鉴定报告就在这摆着，这个孩子你还敢说不是你的？沉默，医生都已经宣布鉴定结果了，你还在抵赖？我看是你们早就串通好，伪造鉴定结果吧。大家看清楚，我和苏瑶都是 A 型血，可是孩子却是 B 型血。医生，你告诉大家，这可能吗？按照遗传学规律，2个 A 型血确实生不出来 B 型的孩子。这个问题出在哪里？这报告有问题，我请求立刻调取刚才抽血和血型监控室的监控，现场比对，看看是谁在背后搞的鬼。那有什么问题？我看你就是不想认账，故意说谎。胡说八道什么呀？这都是正规医院，监控不能给外人看的，这不符合规矩。刚才你就跟苏瑶眉来眼去，现在又帮她说话，难不成你收了她的好处了，在抽血时动了手脚？在开什么玩笑？我抽血都是按正规手续抽的。这是什么？大家看，这才是真正的亲子鉴定报告啊！结果显示，陈默与素瑶腹中的胎儿 DNA 不匹配，根本没有亲子关系。这个孩子根本就不是我的。这跟我没有关系，都是苏小姐，她给我钱，让我调换血样，伪造报告的。你胡说什么？不是我干的，我没有。简直是无耻至极！拿怀孕当筹码，威胁他人，你的良心不会痛吗？蛇蝎心肠的女人，你不配为人。洋洋，这孩子不是沉默的，那是谁的？妈，你问那么多干嘛？为了红，我跟那么多导演制片睡过，我哪知道孩子是谁的？苏瑶，真相已经大白了，从今往后我跟你没有任何瓜葛，别再让我见到你。沉默，你给我等着，我是不会放过你的。苏瑶，苏瑶，你们怎么进来的？滚出去！沉默，你总算回来了。医院的事儿，我当然有大量，不跟你计较了。通知你一声，从今天起你搬出去住，你的行李我已经给你扔出去了。苏瑶，拜托你搞搞清楚，这是我的房子，你扔我东西还赶我出去，这还不都怪你？孩子虽然不是你的，但你得负责任。我没听错吧？你能不能要点脸？怀孕碰瓷我的事还没长教训，现在又来霸占我家？什么叫霸占？你现在是大明星，有钱有势，还住大房子，你就应该帮我们。你要是不帮，就是忘恩负义。我妈说的对，你不仅要把房子给我们住，你每个月赚的钱也得给我们花，不多，1个月拿20万就行。你们还真是不断刷新无耻的下限，自己滚，不然我就动手了。等一下，你动手之前，先看看这是什么。这是你亲手签的帮扶协议，上面写的清清楚楚，不管我有什么困难，你陈默都要无条件帮助我，由不得你不愿意。协议？苏瑶，你脑子是不是有病？这份协议5年前就过期了，你拿着这种无效协议威胁我？协议怎么会过期？我不管，既然你签了字，这个你让也得让，不让也得让。无耻！我再说一遍，从我家滚出去，否则就别怪我不客气。你打我妹妹！混账！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连你一块打。你敢打我儿子，我跟你拼了！
你给我死开！妈，他敢打我们，我们一起上！我跟你拼了！打死你们这群白眼狼！等一下，沉默，给我住手！要是再动我家人一下，我就死在这里，一尸两命。素瑶，身体是你自己的，孩子也跟我没关系，你拿这个威胁我？沉默，你别忘了，这是你家。我和孩子要是死在这儿，你能说得清吗？舆论会把你淹死，你这辈子都别想再演戏，别想再做人。他说的没错，真闹出人命，官司缠身，我的演艺生涯就彻底毁了。不能冲动，得先稳住他。说吧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签了他，把这房子过户给我哥，再把你名下所有存款都转到我账户里，不然我就死在这儿。对，赶紧签字，别逼我们对你不客气。没错，识相你赶紧签，不然有你好果子吃。好，我签。早这么识相不就好了，非得闹得鸡飞狗跳，真是给脸不要脸。算你识相，早签字也省得我动手，签完房子就是我的了。算你识相。对了，3天内把所有存款转到我账户，少一分钱的利息。瑶瑶，太好了，这房子就是我们的了，以后妈和你哥再也不用看人脸色了。妈，那我是不是能重新娶个漂亮媳妇儿？那是自然，妈给你挑个最近的，让街坊邻居都羡慕。把东西放下！啊！你们3个非法入侵民宅，故意损坏他人财物，请跟我们走一趟。您误会了，这个房子现在是我们的，沉默才是私闯民宅的人，你们快把他赶走。这是我的房产证明，我是业主。他们教唆闯入我家，把屋子搞得一片狼藉。我这里监控拍得一清二楚，您看。监控？你竟然动了监控？请跟我们走一趟。协议你已经签了，房子和钱都是我的，你还是输了。输？素瑶，你还是好好看看清楚，你手里的协议我签的是什么再说。你敢耍我？瑶瑶，你怎么样？别吓他呀！妹妹，医生，快叫医生！自作孽不可活。很抱歉，苏小姐，孩子没保住，你现在身体很虚弱，需要好好休养。瑶瑶，你别伤心，孩子没了还能再养，你一定要保重身体啊！都怪沉默那个畜生，要不是他，你怎么会遭这份罪？妈，我没事儿，这个孩子本来就是个意外，我只恨当时没有拉沉默一下，那样他就彻底完了。演员沉默凭借新剧男主一角圈粉无数，深受观众喜爱。据悉，沉默将于后天举办新剧路演，诚邀广大粉丝朋友到场支持。凭什么？他害我没了孩子，被警察调查，声名狼藉，自己却过得风生水起，受万人追捧。沉默，你害我没了一切，我绝不会放过你，我一定会找到你的把柄，让你身败名裂。妹妹，这是我趁乱在沉默家拿的，上面写满数字，不知道对你有没有用。有用，太有用了！沉默，沉默，你死定了！各位，今天能够站在这里，离不开剧组的每一位工作人员，以及喜欢我的粉丝们，谢谢大家。死渣男，变态！各位粉丝朋友们，你们可不能被他骗了，他就是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，死变态！不好意思啊，各位，一场意外。这位就是我资助16年的白眼狼，今天也正好让大家看看清楚，我资助16年的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。这不是之前诬陷沉默强奸的那个女人吗？竟然还敢来闹场！上次勒索不成，这次又来泼脏水。你们懂什么啊？
陈默他就是个变态，他资助我就是为了监控我。这个本子就是证据，大家看，我吃什么喝什么，上面写的一清二楚，这不是变态是什么？没错，陈默就是个伪君子。我闺女吃几个饺子，他都要算钱，不是变态是什么？变态！水饺12个，米饭2碗，苹果1个，整整记了1年。苏瑶之前就诬陷过陈默，这次说不定。陈默，这个本子上写的是你的名字，你敢否认吗？你接近我是不是早有预谋？你就是个死变态！各位，这个本子的确是我的。大家看到了吗？他承认了。先别着急盖棺定论，各位，不妨先看看这个。乖女儿的成长日记。对，成长日记。我资助苏瑶时，她还小，我就把她当成亲生女儿来看待，记录她的成长和点点滴滴。这本充满着爱意的成长日记，如今却被她拿过来要挟，真是可笑又可悲。这不可能，这一定是你动了手脚。我做手脚？这个本子从你拿过来到现在，一直没有离开大家的视线。各位记者朋友们都可以作证，对吗？对，我们都可以作证。账本可以狡辩，那这份800万的高额保险单呢？对，他根本不是真心资助我。大家看看，人身意外险整整800万，他就是为了骗取800万的保证金。受益人是他陈默，这不是谋财害命的恶魔是什么？我作证，这份保险是我的前夫买的，受益人是我，可被陈默改成他自己，他根本就是冲着这份保险来的。800万保额的受益人变更，您能做出合理的解释吗？你资助了16年，都是作秀，难道是为了保险吗？请回答。大家冷静。如果他说的是真的，我想害他，会等到他长大成人，有机会站在这里污蔑我。因为你不敢，这个保险要等到我成年之后才能生效。我明白了，你从一开始就没安好心，你是想到我成年之后制造意外害死我，而拿到这800万。陈默，你真是个魔鬼！我的命怎么这么苦？亲女儿被人这样算计，这世上还有天理吗？我之前本是不想闹，可陈默用他的明星身份打压我，还夺了对我的资助，还威胁我家人的安全。我也是走投无路才编造的谎话，我也是想要一份公正啊！陈默，你这个伪君子，表面上人模狗样搞资助，背地里竟然谋财害命，简直丧心病狂。就是，我女儿那么信任你，一直把你当亲人看待，你却想害死她，你还是人吗？受益人的确是我更改，但想谋财害命，另有情。我资助苏瑶时，她的家人就为她购买了高额的保险，目的就是为了骗取高额保金。我为了保护苏瑶，这才更改受益人。什么？竟然是这样！你胡说！你血口喷人！我爸怎么可能会害我？你就是颠倒黑白，想转移视线。不信，你可以问问你妈。当年我更改受益人的时候，她也在。妈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时间过去这么久了，他不可能有证据。我死不承认，他也没办法。放屁，根本就没有的事。你就是想谋财害命才改的受益人。我这儿刚好有当年的录音，不妨大家先听听。找个机会让他意外身亡，我的赌债就全清了。神不知鬼不觉，谁也查不出来。苏明，你还是不是人？那可是我们女儿，一个女儿而已，那可是800万。有了这笔钱，下辈子不用愁了。我发现他们的阴谋以后，多次劝说，可他们却不听。我没有办法，只能联系保险公司更改受益人，目的就是保护苏瑶，彻底乱了他的念想。这不可能，这录音肯定是你伪造的。伪造？我这里有当年更改受益人的签字录像，以及帮他们偿还赌债的转账记录。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救你，而被害人。你们不仅不懂得感恩，反过来颠倒黑白，一次次的诬陷。完了，全完了！这怎么可能？就算是他们有错，你监控我也是事实，你就是个变态。苏瑶，你还不死心是吧？那就让大家看看清楚。陈默现在越来越多，资源越来越多，一定要想办法搞出证据。这
他身败名裂，到时候他的房子、他的钱就都是我的了。哎呀，太恶毒了！这一家人简直没救了！忘恩负义的白眼狼，竟然想这么害自己的资助人，把他们赶出去！沉默，你休想甩开我！我们走。沉默先生，对于苏瑶一家所作所为，您后续会选择追责吗？各位，我相信善良是一种美德，但善良也要有锋芒。一味的退步和忍让，只会让恶人得寸进尺。正义或许会迟到，但永远不会缺席。我会追究到底，保留我的合法权益。好。喂，公司给你安排了助理，人已经过去找你了。苏瑶，陈默，苏瑶白眼狼的黑流量正好能帮你再上一层热度。我已经和他谈好了，从今天起，他就是你的助理，你好好配合立人设。我不要。喂，沉默，以后呢，我来协助你工作，你放心，我一定尽心尽力，绝不会给你添一点麻烦。苏瑶，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当上了我的助理，我可以留你，但我劝你搞清楚自己的位置，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，否则别怪我不客气。当然。喂，我在这边拖住沉默，你尽快搞定保险箱。苏瑶，把我剧本拿过来。啊，来了。撕掉2页，我看你怎么演，你就等着在全剧组面前出丑吧。哼。好。你的剧本。就是知道你不老实，我倒要看看你到底有什么目的。导演，我准备好了，可以开始了。开始了。好，非常好，一条过。怎么会？我明明撤掉了这2页的剧本，他怎么一点都没被影响呢？苏瑶，我警告过你，别耍什么小心思，再玩这种低级把戏，直接收拾东西走人。我刚刚就是拿错了，下次一定注意。下一场戏要开始了，你赶紧过去吧。导演，刚刚我们沉默老师说了，必须要排出他45度的侧脸，刚才没排出他的帅气，要不再来一条？再来一条。导演，刚刚我们沉默老师说灯光塌了，要不再来一条？沉默老师说表演情绪不到位，要不再来一条？再来一条，再来一条，再来一条。导演，刚刚沉默老师说角度不太行，要不再来一条？你是导演，我是导演，你行你来。这都是沉默老师要求的，我就是他的助理，我也是没办法，您体谅一下。沉默，片场耍大牌可是大的，等着导演骂你吧，看你以后怎么混。是吗？我什么时候说过这样的话？苏瑶，我怎么不记得我说过这样的话？你最好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。可能是我记错了，我也是希望咱这剧好是。是吗？导演，我记得下一场戏缺一个搭戏的配角。既然我的助理这么关心这部戏的话，那不如让他来演这个角色，我们也省得找演员。您看怎么样？好啊，我没问题。不行，下一场戏是8这么写，是不是故意的？怎么了？你刚刚不是说为这部剧好吗？现在不愿意了？难道你刚才是故意的？故意在捣乱？不行，哥哥那边还没得手，我得忍。不就是演戏吗？我演就是了。走吧。
这一巴掌是提醒你少管闲事，别。哎，导演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忘词了，再来一条吧。提醒你，哎，什么词来着？提醒你，不该管的事，别。哎呀，想不起来了。来，我们再来一条。这一巴掌，提醒你，不该管的事情。哎呦喂，我记不住了，再来一条。这一巴掌，我提醒你，不该管的事情，别管。卡，这条过了。导演，抱歉，刚才助理乱提意见，耽误拍摄进度。您说累了。你这助理不是什么省油的灯。我明白，我会看出他的。喂，该死的沉默，趁着拍戏打了我好几个巴掌。那边怎么样？保险箱开了吗？我找到保险箱了，但是指纹锁，我打不开。指纹锁，我想办法搞定。我一会儿去找你，马上就要得手，绝对不能功亏一篑。跟谁打电话呢？没事，你不用在意。你拍了这么久，肯定口渴了吧？我给你倒杯水，润润嗓子。倒水？我刚才打了你那么多下，你不生气啊？怎么会呢？是我不该乱提意见，耽误拍摄进度。你打我是应该的，温度刚刚好，喝点水润润嗓子吧。苏瑶，为了我的房子和钱，你还真能忍啊！可惜我早就看透了。好啊，正好有点渴了。指纹拿到了。对了，苏瑶，我有个文件落在家里了，还挺重要的，你帮我取一下。好，我现在就去。你可算来了，东西到手了吗？放心，到手了，快开保险柜。能行吗？试试不就知道了。开了。苏瑶，他怎么来了？快藏起来！你怎么回来了？文件我刚找到，正准备给你送过去呢。苏瑶，文件不是在房间吗？你怎么在客厅呢？难道是？啊！你怎么能不信我呢？我可是特意回来帮你拿文件的，文件明明就在客厅。我们赶快走吧，不然导演该等着急了。保险柜怎么开了？啊！你还说呢？我回来的时候，这保险柜都已经开了。我正准备给你关上，没想到你就回来了。苏瑶，你是把我当傻子吗？苏强，出来吧，我已经看见你了。苏瑶，你联合你哥入室盗窃，私闯民宅，你知道要判多久？瑶瑶，我不想坐牢。沉默。你少吓唬人了！我只是拿回本该属于我的东西，这是你欠我的。我拿回自己的东西，天经地义。天经地义，好一个天经地义！
我让你们两个再偷东西，以后我见一次打你们一次。陈默，你居然下死手，不会放过你的。今天收获这么大，买了这么多好吃的，回家好好吃一顿。哼，怎么总感觉有人跟着呢？或许是最近事多，我想多了。你们是谁？你们想干什么？真搞不懂老大怎么想的，居然让我们听一个女人的调遣。还能有啥？床上功夫厉害呗。昨晚我很满意，你要的人已经送到了。陈默，我如今受的屈辱和苦难，全都是拜你所赐。这一次，我一定要让你生不如死。好痛！这是手术室，我怎么被绑在床上？你终于醒了。苏瑶，你这是在非法拘禁，你这是在犯罪。怎么，你害怕了？你知道这是哪儿吗？这家私人诊所最擅长的就是废物利用，眼角、腰子。苏瑶，你简直是丧心病狂！怎么，你害怕了？你害怕就对了，你马上就要死了，能不害怕吗？你毁了我的一切，今天就要让你加倍偿还。我来的时候用胸针报了位置，救援人员应该很快就到，我得拖延时间。你说我用哪个刀好？这个还是这个？哎，等等！叫这么大声干嘛？吓到我怎么办？苏瑶，你觉得这一次你能得逞吗？你别忘了，你的计谋都被我一次次识破。你觉得这一次你能逃得掉吗？我好害怕呀！救命啊！怎么办？你就死了这条心吧，拖延时间是没用的。怎么还不来？难道我真的嘎在这里吗？哎，等等，我怕疼，你能不能给我打个麻药？麻药？你在开玩笑吗？你觉得我会给你打麻药吗？我就是要让你眼睁睁的看着这个刀一寸一寸的扎到你的身体里。哎，我不要麻药了，让我喝口水总可以吧？反正我也逃不掉了。闭嘴！你废话太多了，吵到我了。我现在已经没有耐心。现在救你！住手！终于来了。这里是苏瑶意图非法摘取我的器官的全过程，另外还有之前的污蔑、造谣我、入室抢劫等全部证据。麻烦你依法处理，还我一个公道。苏瑶，现有证据确凿，你的多项行为已触犯刑法，情节极其恶劣，等待你的必将是法律的严惩。我不能坐牢，20年、30年，我这辈子就毁了。我必须得想办法。陈默叔叔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不是故意要绑架你的，我其实就想找人吓死你。陈默叔叔，就原谅我吧，你以前对我的好，我都记在心里的呀。你不是错了，你是怕苏瑶。16年，我真心待你，可你都干了什么？污蔑我，伪装怀孕的假象，绑架我，到最后还直接想取走我的性命。陈默叔叔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是我鬼迷心窍。我以后保证乖乖听话。陈默叔叔，你让我往东，我绝对不往西。我以后一定会听你的，就原谅我这一次吧，救救我！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错误买单。我已经承担了我识人不清的后果，而你也不例外。所有的证据我都已经交给警方，你好自为之吧。陈默叔叔，我错了。被告人苏瑶犯非法拘禁罪、故意伤害罪、意图摘取人体器官罪、诬告陷害罪、盗窃罪，数罪并罚，
判处有期徒刑30年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30年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不，我的结局不该是这样的。沉默，是你非要置我于死地！你明明可以放过我的，比之前那么疼我，现在怎么这么狠心？苏瑶，16年，我给你的是我能给你最好的。我把你从泥泞里拉出来，是希望你能走正道，而不是一步步走向深渊。是你的贪婪、恶毒，害了你自己。贪婪？我那是得到我应得的。你明明可以给我更多，对我更好，是你偏心，是你不在乎。不重要，往后的30年，你就好好的在这里反省自己吧。不，沉默，我错了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沉默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沉默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沉默，沉默，沉默。